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：9亿少女的梦碎了，林更新谭松韵直播，男方被批太随意，不敬业。主演林更新、谭松韵参与连麦，聊聊剧情，聊聊生活，本是为了宣传，到头来却起了负面效果。原因在于林更新太过随意。直播间，谭松韵一身牛仔外衣显清新，虽不至于盛装打扮，但她很重视这场直播，坐在沙发里有了剧中柠檬的感觉。反观林更新，纯素颜，穿着自己的私服，随便在窗户边坐着，东倒西歪。同样是主角，直播是工作，毕竟要与剧方连麦进行宣传，多多少少也有注意自己的着装等问题，但很明显林更新并没有在意。要知道从前的林更新可是9亿少女的梦，虽然这个名字是她自己取得游戏昵称，但是也确实是获得大众认可的称号。曾经的她又帅又有梗，最重要的是演技也比较好，至今仍有许多人在期待《楚乔传》第2季。在看过直播后，观众直呼梦碎了。他的粉丝也毫不客气地称他为赶粉丝第一人，自己是最大的黑粉，粉丝努力帮他做宣传、提建议，可并未得到采纳。你不要穿自己的私服，你什么审美你要有数，你真的随意到我无语凝噎了。不开美颜不打灯，中途还去上个洗手间，粉丝恨铁不成钢，不少人脱粉。这只是针对形象问题网友给出的评价，在后续的聊天中更是打碎滤镜，毫不客气地回对剧方小秘书，皱眉头说他问的问题太正经太无聊，让他退出直播间。小秘书询问的问题都是经过筛选提前准备好的，大多是为了贴合角色，让更多观众了解请叫我总监背后的故事，确实枯燥乏味，但既然是工作，理应认真对待。然而林更新却让小秘书尴尬到退出直播间，对此谭松韵只能微笑往下进行。如果是为了体现剧中陆继明的毒舌，那林更新做到了。然而事情并不是如此，他只是在阐述自己的观点，单纯觉得无聊，还不如和谭松韵2个人聊天，态度太差，被批不认真、不敬业。这波林更新属实是一手好牌打低稀烂。以往他的影视成绩在娱乐圈算出彩的，最初凭借《步步惊心》14阿哥崭露头角，后与赵丽颖搭档合作《楚乔传》获得大量关注，一跃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白月光，然后就没有然后了。虽然他后续也一直有作品上映，比如和吴奇隆再度合作的《我的砍价女王》，可惜未掀起水花，只有极少部分观众观看，难出圈。而今终于有了火的机会，和实力演员谭松韵领衔主演的剧台网双播，只要好好营业，成爆款不是问题。目前该剧大多都是好评，但他再次敷衍。其实早在冬奥会期间，林更新的滤镜就已经碎了。他和奥运冠军苏翊鸣有过合作，拍戏的时候苏翊鸣多次艾特林更新，从未收到过回复。比赛时间苏翊鸣被黑，大家都在维权林更新，也没有发声，直到他拿奖了，林更新才说送我上去，我跟他还算数，不红倒是爱蹭。现在滤镜碎完了，希望林更新能尊重剧方，尊重队友，不为自己也为了粉丝争口气，在我行我素的话只能维持现状，难有火起来的机会。2. 本以为谭松韵拍了部烂剧，没想到请叫我总监口碑还不错。被质疑的一大原因是林更新的演艺生涯里酷爱霸总偶像剧，且近几年几乎没有产出高质量的电视剧。因为长期待在一个舒适圈里，林更新的演技也没有得到提升。相比之下，谭松韵的演技还是备受认可的。2012年那部火向全国的《甄嬛传》，让剧中的演员们事业进入一个新的上升期，其中就包括扮演纯贵人的谭松韵。谭松韵是标准的圆脸，
秀气可爱，于是被选中校园剧《最好的我们》担任女主角，与相差7岁的刘昊然搭档，却丝毫看不出年龄差。最好的我们成为当年的黑马剧后，谭松韵顺利走红，好的剧本接踵而至，锦衣之下以佳人之名锦心似玉，一部部佳作也证明了她的实力。所以当网友看到请叫我总监的女主是谭松韵，都充满了惊讶，明明她有更多的可能，为何会接拍偶像剧呢？直到这部剧开播，观众才打消了顾虑，上演真香现场。剧情不狗血，请叫我总监既是偶像剧，又是励志剧，讲述谭松韵饰演的柠檬在职场打拼多年，但始终坚持梦想，最终打破他人的偏见，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。柠檬在毕业后的3年里，给林更新饰演的陆继明当了3年秘书。陆继明是典型的有能力但脾气差的老总，全公司只有柠檬能拿捏。主要原因是柠檬做事细心，把陆继明的喜好全记录到小本本里，且能做到随叫随到。但柠檬的志向远不在此，3年之后，他向公司申请了转岗，却遭到了拒绝。踢皮球、画大饼，完全将一个社畜的心理拿捏得稳稳的。遇到种种原因后，柠檬最终离开了继明资本，投身到英石资本，正式成为了一个投资人。在他的努力下，事业一步步攀升。当然了，请叫我总监这部剧看点不只是柠檬的事业线，他与陆继明的爱情线也非常有看点。陆继明是典型的口直体闲的代表，比如他一边承诺柠檬在秘书岗位做满3年就可以申请转岗，却在3年后因为不舍、不习惯，就不断否定柠檬的能力，拒绝转岗的申请。柠檬好不容易转岗成功，却将他分配到一个不靠谱的上司门下，希望他的工作进展不顺利，早日回到秘书岗位上。柠檬离职后，很长一段时间找不到工作，也是因为陆继明的原因，让他得到在合作公司就职的机会。只要有柠檬参与的项目，陆继明尽可能亲力亲为，增加2人见面的机会。可以说，陆继明是典型的爱而不自知的代表。工作中他总是找柠檬的各种麻烦，生活中又刻意制造偶遇，看到他与他人接触时又满脸不高兴。但他却将这种不同看成是兄弟情感，因为在他内心深处一直在等小时候的梦姐。但当梦姐真的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却高兴不起来。直到梦姐点破他，他才真正的意识到他是喜欢柠檬的。请叫我总监能出圈的主要原因是不狗血，不刻意制造误会，不制造各种偶遇。女主也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傻白甜，男强女强的设定让人更带感。剧中的女二不再是各种搞破坏的心机女，男二也不是百里挑一的备胎男。人物立体，演员演技有惊喜。比起其他霸道总裁剧，请叫我总监的人设更真实。比如剧中陆继明虽然铁面无私，实力强劲，却是个备受原生家庭影响的人。母亲常年受到父亲的冷暴力，出走后直至死亡都没见过陆继明一面。而父亲整日忙于工作，与陆继明聚少离多，对他极为严厉。说到底，陆继明是个从小缺爱的人，他努力工作，更大的原因是想获得父亲的认可。而柠檬为何执着于当一名投资人呢？也是受家庭影响的。父母经商遇到问题，缺乏资金，最终一败涂地。所以从那时候起，柠檬就立志要当一名投资人。因为父母关系和谐，成就了柠檬乐观积极的心态，也为他后面事业成功铺垫。因为有柠檬，陆继明最终与父亲和解；因为有陆继明，柠檬在事业上更加成功。所以说到底，男女主就是相互成就，相互温暖。比起一见钟情这样的日久生情，更让观众动心。看多了面瘫脸霸总，
林更新饰演的陆继明给观众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因为受父亲影响，陆继明不仅对自己狠，对下属更是严厉，一言不合就开骂。听到柠檬要做投资人，他又口嫌体直地说柠檬没天赋，实则是想留人。看到柠檬与男二在一起时，又醋意大发、无处安放的表情，让观众笑喷。意识到自己动心时，一刻都坐不住。表白失败时，懊恼的表情又让观众心疼。虽然前期林更新的配音让观众出戏，但随着剧情的发展，这反而成了这个角色的特点。谭松韵饰演的柠檬更为生动。前期她还是秘书时，衣着简单，再戴上一副大框眼镜，显得平平无奇。谭松韵将那种社畜打工人的言行举止体现得淋漓尽致，点头哈腰，老板随叫随到，清楚地记录老板的喜好。不仅在公司面面俱到，就连家里墙上都贴满了老板相关注意事项与日程安排。也正是他的用心，成了陆继明心中不可替代的人物。谭松韵的哭戏也拿捏得当。当他有问题找陆继明理论时，不被理解，反被训斥，那种委屈、悲伤的情绪一下爆发，代入感太强了。当他意识到喜欢陆继明，发现他身边多了一个女人时，那种蒙圈、吃醋、不安的情绪也全部表现在脸上。当他接受学长后，又得知陆继明也喜欢他时，眼神呆滞，情绪复杂，让他一时间想逃避。总的来说，请叫我总监是近期较为惊喜的现代剧，没有腻歪的爱情戏，也不过于夸大男女主的实力，细节在线，值得一看。